干啥呀？光电脑。兄弟，录小视频，录小视频。录什么视频？录视频呢？打排位呢？没看着啊？录快手，录快手，别生气，兄弟，别生气，兄弟。抽根烟，抽根烟，兄弟。抽什么烟？抽烟，给我烟给我放着。兄弟，兄弟不介意拿饮料吧？兄弟，咱俩喝饮料交朋友不行吗？喝什么饮料？喝有哥。不喝，给我放着。呱。回合我行我走，一脚路就是一破，身体感受就往里踏，真见万物那边就是建仓，爱这身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赚没赚到钱难说，但是你们要是有打开点赞、订阅小铃铛，及时的收看到了我上期节目的话，至少能避免亏钱。当然了，如果你有胆子开空单的话，那你现在应该是有赚不少钱了。为啥呢？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行情啊！就在我前天的那期节目做完了以后，我当时警告大家，接下来的行情我不是很看好，因为链上的数据反馈不好。我当时就判断接下来可能要跌，然后呢，你们看，比特币就从22800左右跌到了现在只有21000多了，以太坊呢也从1600块钱左右跌到了，昨天最低差点都跌破1300了，吓人不吓人？各位，准不准呢？面具人，我的准确率经过你们的验证过吧？怎么样？感觉还行吧？当然了，这个现象我在我的会员群里面说的更明确一些啊。如果你们有兴趣加入我的会员的话，看完节目最后我会公布我的联系方式的。好，来讲正题啊。既然你们都信任我的准确率，那我会把今天加息的这个重要的日子啊，还有几个小时就加息了，我会把我的多方面的分析想法分享给大家的，应该会对你们有些帮助的。所以呢，你们要仔细听好今天的节目哦。OK， 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操作指南、政治分析，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冒风险了，被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哦。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以后，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之前有参与抽奖得奖的观众问过面具人我有点困惑好像没收到钱，在这里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大部分情况下我是用 BSC 链转给你的。如果你得奖了，被我宣布中奖了，有2种情况，一种呢是这个转账还没到，一般来说在下期节目之前我都会转过去的。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你看错链了，仔细检查一下啊。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能卖钱的真金白银哦。好，废话不多说，直接来讲正题。我先给大家说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啊，华尔街新闻表示，美联储正在寻求无痛苦的、有效的治疗通胀的办法。更激进的加息将会导致数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流失，并且呢，也无法解决高价格的问题。那这个新闻还是蛮权威的啊，华尔街新闻爆出来的。那这个新闻的态度也表明了，有很多华尔街的精英们、大佬们是不希望加息加太多、太激进的，加太多、太激进，他们就受不了了。而且呢，大家仔细观察啊。这个新闻是在加息前夜就给爆出来的，有2种动机啊。首先呢，我认为是庄家们想给韭菜吃一些定心丸，多发一些利好，或者是唱多的新闻，让韭菜们觉得现在的市场回暖了现在大佬们都表态了，现在加息可能不会加那么多了，这次加息不会有太大的隐患了。事情的结果真的会是这样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面具人我觉得吧，这个新闻这时候放出来也有稳定盘面的这么一个嫌疑。而且呢，再往深了想，他们可能是为了接下来的砸盘无力挽回的这种可能会出现的大额加息的情况
尽量的去布局，让韭菜们觉得啊可以买可以买，接下来就会深砸，这是更阴险的可能啊。但是以往数据来看啊，加息的当天不会出现特别恐怖的情况，为啥呢？我们先用历史经验来刻舟求剑一下啊。大家仔细观察前几次的加息啊，除了3月的第一次加息，一声惊雷的加息当天给大跌了，其他后面的几次加息都是当天上涨，第2天才跌的。而且呢，那个阶段美股们的表现也是同样的，你甚至可以说是美股领涨啊，美股的表现反而比币圈还要强劲。总之呢，就是加息当天没有出现恐怖的事情。前面2次都是这样啊，但是这一次加息也会这样吗？面具人我是非常的质疑啊。首先呢，前2次整个市场的气氛和氛围啊，在第一次大砸了以后啊，是比较恐慌的，是需要提振一下才能割韭菜的，但是后面又跌下来了，而且也是跌得比较惨的。这一次呢，市场有点回暖，但是能不能再出现一波拉升，然后再跌呢？我的分析是，首先啊，就跟我前2期的节目警告你们的是一样的，大资金的比特币地址、以太坊地址已经在24号前后出现了比较大程度的撤离 ，but 散户们的激情依旧，还是买啊！毕竟呢，要是根据前几次的加息的那个刻舟求剑一下来看的话，这次加息先涨一波再跌，也是在历史循环当中的，可以赌一下。但是问题就出来了啊，同样的套路有再1再2，难道还能有再3再4吗？同样的套路，庄家们是否会连续使用呢？如果韭菜们都知道了这个套路了啊，加息当天拉一波，然后呢才会跌，那庄家们是不是就会被割韭菜了？庄家们是不是就要改变套路了呢？对不对？别的我不多说啊，咱们就说以太坊。以太坊宣布合并 2.0 的这个消息，它为啥要在加息之前宣布呢？营造了一波大涨，是不是？就跟面具人前半个月吧，告诉过你们、警告过你们的一样，越接近加息日，庄家们会玩了命的给你玩上下蹦极，尽量的多吸收一些资金，然后再割，多吸收一些资金，然后再割。为啥以太坊非得要在加息之前的几天宣布它合并 2.0 呢？马上要合并了，还没合并呢，先把消息扔出来，为啥？反正也不差那几天，它为啥不在加息之后宣布呢？而且你们看啊，以太坊链上的大额地址和币价出现了背离，所谓的背离就是大额地址降低了，但是呢，币价还出现了一点点的上升，一个向上，一个向下。那这种现象就表示了，大资金虽然减少了，可小资金们依然强劲，还是买。所以呢，大资金们撤了，小资金们进的还比较多。那这个盘面还是稳定住了。这样才能稳住币价，甚至只需要一点点的稍微大一点的资金，就能推动稳定的币价稍微朝上走一点点。这是以太坊的现象啊。而比特币呢，则有另外一番景象。比特币出现了各种额度的地址都是略微向上的。所以呢，根据这种现象来看啊，市场面上面显示的多数人啊，还是想赌一下加息当天会出现一波行情的。那么既然大部分人有这种心态了，你就可以把它判断为庄家们这几天努力稳住盘面，努力营造繁荣的景象的这个举动是有效的。这种情况，面具人我觉得吧，以太坊出现背离，其实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受到了以太坊 2.0 合并的打鸡血所导致的。很多人去买啊，马上要合并了，以太坊要暴涨了，以太坊要吸收这些矿机电力公司的资金了，所以呢，以太坊必然大涨。但是很多人激情过后买了以后呢，或者是一些小机构啊，庄家们的心里有些慌。尤其是中小型机构啊，有点不确定，万一接下来加息75个基点、100个基点咋办呢？所以他们从风险各方面因素权衡利弊啊，而决定减持一部分。
这个可能性不小啊。但是散户们可能不考虑那么多啊，毕竟小地址小额的买入还是增加的。不过现在行情啊依然很焦灼，从交易所的出入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啊，要么就是很多人不敢冒风险，提前把币转到交易所里面见机行事，不行就割肉嘛。万一接下来的行情不好，币已经在交易所里面了，随时方便撤离。同样的，不仅仅是这类人啊，也有大量的现金流入交易所，随时准备玩把大的，赚一笔大钱，笃定接下来加息还是会猛拉一波。这两拨人啊，非常的焦灼，数据非常的接近啊，所以面具人我觉得这一次加息啊，75个基点可能会形成一个先拉后砸，或者是中小程度的砸盘，然后再拉，这种可能性不小。可如果是加息100个基点的话，那我估计市场上可能会生灵涂炭，很多人都会兜不住。至于加息50个基点，那属于爆冷啊，那就拉盘嘛，大概率拉盘。不过这几个可能性的选项所导致的结果都是截然极端不同的啊。现在你入场，市面上的两极化指标非常的严重，你看不清大方向，神也看不清，除非是那些国家的权贵们啊，超级大佬们，他们能得到内部偷跑的消息，那人家利用职权赚钱，咱没得说，对吧？但是咱们这些散户们、底层们，针对这种加息的风浪，还是谨慎对待比较好一点。还有一个指标啊，大家记住了，你不要听信网上说的什么加息100个基点的期待不高，可能性只有25%、10%，诚然可能性不高，但是这些事件的概率在面具人我的眼里面就是50%啊，要么加，要么不加啊，加100个基点的可能性就是50%啊，要么它就加，要么它就不加，加75个基点也是一样，50%，不要太当回事儿。你们去看一下其他的那些往期的加息所谓的预判，经常会出现小概率事件还被中标了。所以呢，概率这个玩意儿很玄乎，你既然敢赌啊，你要赌概率，那你就要承担这个概率的风险。不过我们毕竟是跟钱打交道，在钱的事情上面还是要谨慎一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的操作建议，我认为你如果是非常舍不得，非常的激情，认为这次加息绝对会有行情，不想错过，那你就用1-2成、2-3成的仓位去买就行了，娱乐一下啊，不要用大仓位，毕竟现在大趋势不明朗。你不是抱着长线投资的准备、长线投资的心态，那你现在是没必要搞激情的，对不对？啊，你们觉得面具人我说的这个话有道理没？觉得有道理的请留言打1，觉得没道理的请留言打2啊。今天就这样吧，剩下的消息我们群里面再说。如果你想紧跟我的操作策略，或者是参与我接下来的好的项目的话，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 或者 Little19860425 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又或者呢，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孤独的行走啊。梭哈，走起，整活儿！祝你好运，再见。